我好像没有见过你，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？怎么在这里？你是不是很看不惯我？觉得我整天不努力，又懒散，还娇生惯养？是的。其实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忙的时候，我也被扔在乡下奶奶家好久的，照样过得很好。我可能的确是懒散了一些，但是这就是我的天性。这样并没什么不好吧？每个人一定都要有什么大目标吗？自己过得开心又不妨碍别人，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？有一个测试，问你如果吃葡萄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？我应该就是那种先吃大葡萄的人吧。如果先把小葡萄吃掉，说不定就没有胃口吃大葡萄了呢。如果从来没有大葡萄呢？不，有过的，只是唯一的那颗大葡萄被我气跑了。被他气跑了，是容易吗？他会再跑回来的。真的吗？他这样，好像我的回答很重要似的。可是我又不是蓉蓉。真的。庄旭。你还是头发短点，穿白色更好看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熟悉的吵闹，并肩走的路还会有多少？你我都装作不知道，珍惜我上去了。哪怕一秒，微笑像糖衣，过什么烦恼？柔软的流星为平常不知晓，太懵懂的承诺淹没在飞机的呼啸。张旭，或许某天你也会回到这里，想起某个我们曾一起的场景，我也许藏在熙攘人群，路过你的背影，你要再见了，张旭。知道你会一直在某个地方就好了，然后从此以后不喜欢你。海阔天空。郑总，好久没见了，盛远也有大动作，恭喜恭喜！确实好久没见，正想你呢。坐。江宁大学优秀毕业生庄旭，我们部门最有潜力的新人，以后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。
还好我们今天也有大帅哥在，要不然都要被你们华亚给比下去了。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宇森，林总。宋总还没见过吧？的确第一次见啊，一表人才。一直觉得庄经理面善，刚想起来，原来是半年前我们去南京招聘，在招聘展会上见过一面。还有这事庄学，你还给盛远投过简历啊？不是，庄经理当时是帮其他同学投简历，不知道那位同学最后有没有来盛远。他出国留学了。那真是遗憾。一手消息哈，我们行政楼这边啊，马上就有大帅哥来啦。哪个部门的？你顶头上司。你说新的副总经理？对，我有个同学啊，在上海盛远总部打电话过来说，他们盛远的头号帅哥，投资拓展部的头头林总就要调到我们这边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就那么八卦了一下，单身哦，而且啊，还说他以前是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，人帅气质又好，特别有风度。他干嘛外科医生不做，来我们这儿？那我就不知道了呀。总部的部门经理调到我们这儿当副总，算升还是降啊？这还真不好说哈。哎呀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帅啊！可是他又当医生又当部门经理的，怎么也应该人到中年了吧？什么鬼？网线松了？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我好像没有见过你，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？怎么在这里？聂曦光，干什么？你还问我干什么？这不是太奇怪了吗？你做了那种事，难道一点都不心虚？我做了什么啊？蓉蓉，你理智点，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曦光，你星期一下午有没有接到蓉蓉盛远的面试电话？当然没有啊，到现在还不承认。聂曦光，我想不到你居然会这么做。会不会就是西瓜忘记了呀？那天我们走的时候，西瓜不是正在睡觉吗？会不会接了之后就继续睡，然后起来就忘记跟你说了？你是在怀疑我接了你的面试电话，但没有告诉你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接到过你任何面试电话。何必否认？可惜你机关算尽太聪明，要不是庄旭帮我打电话询问他的师姐，恐怕真叫你给瞒天过海。
思亮，你能不能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？蓉蓉一直没有接到面试电话，所以庄旭就问了她在盛远人事部工作的师姐。她师姐说，星期一下午一上班就统一通知了，蓉蓉也在面试名单内。蓉蓉手机被偷了，所以公司只能打电话到宿舍。那天下午，我、蓉蓉、阿芬、小凤4个人一起出的门，只有你在宿舍睡觉。老大去外地面试了，周2会。我、蓉蓉、阿芬下午一直待在一起，小凤去火车站了，所以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当时接了电话，忘记了？我万分确定没有。其实你们走了一会儿，我就去图书馆了，所以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。撇得还真干净。可能是盛远根本没打电话呢，说不定是漏掉了，或者是打了但没人接，之后他们又忘记再一次打电话呢。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还好那个师姐她帮忙帮到底，去问了负责通知的人，人家员工怕被污蔑，于是找到了通话记录，下午2点半打的，快1分钟。他说接电话的人说了会帮忙通知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打电话过来。可他们哪里想得到，人心可以这么险恶呢？不管他们怎么说，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，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。没有理由吗？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？盛远跟华亚离得这么近，你不想我跟庄旭在一起吧？所以你……蓉蓉，可能真的有什么误会。反正你现在又有面试机会了，算了吧，别闹得大家都不开心。是啊，我感觉这个里面也是出了什么问题啊。事情可以过去，可是你看他，从头到尾有过一点后悔，有过一点歉意吗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叶蓉，你未免太小看我了。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有面试机会，你以为盛远还会打电话通知你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？现在这个社会，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。要不要试试？喂，李经理吗？我是聂希光。抱歉，我们是。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. Please check it and redial. 是空号。我还真以为钱能够通神呢，原来是装模作样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做过这样的事，你们爱信不信。原来那个人有一种可能，在故事开始之前直觉发生，从问候的那一声，关于名字的发问，从忘不掉那个眼神。你老实交代，你搬回学校住是不是为了庄旭？已经不可能回
你们都看出来了？你也太明显了吧！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蓉蓉没有男朋友，这个我知道。那她跟庄旭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果他们彼此喜欢的话，那我就放弃了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要不你直接去问蓉蓉。蓉蓉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要问庄旭？对，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，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。你问错人了。啊，这样，谢谢，我明白了。庄旭，那个，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？抱歉。果然还是说的太早了吗？但是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一直喜欢你，直到你也喜欢我。等着我搞定你吧。你跟庄旭表白了？对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好像有人看见了，现在系里都在乱传话，说你横刀夺爱。什么？庄旭他没有女朋友啊？蓉蓉啊！虽然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但系里都知道他们是青梅竹马，一直很暧昧的。可是我发个信息问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如果他们不是那种关系，他会回我吧？他回了吗？没有。这是个值得承认的笨蛋。今天请大家来这里吃饭呢，主要是想感谢一下大家这几年对我的照顾，让我有了一个愉快的大学生活。但是也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件事，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，才能愉快的、毫无遗憾的结束我的大学生活。最近大家可能听说了，我们宿舍的叶蓉因为丢了手机，错过了上海盛远的面试。很多人都在传盛远打电话到我们宿舍，我们宿舍的聂希光接了电话，却没有告诉他，才导致他错过。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勘误，那个电话是我接的。他接的？时间是上周一下午，我跟蓉蓉、思亮还有阿芬一起出门，他们3个一起去办事，我单独去上海。结果到了火车站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没有带身份证，于是我就回宿舍拿。第二次因为赶时间，我就打了出租车，小票我顺手拿了，一直就在皮夹里。盛远的电话是2点半打来的，我是2点40多在北门上的车，大家可以看时间。还真是啊。如果这个不够的话，我也有证据。堵车来晚了，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。那天阿芬跟小凤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很快就起床去了图书馆。
到了图书馆，我先还了上次借的书，所以图书馆那里有我的还书记录和时间，我拍了下来。学校系统就在那儿，大家随时可以去查证。如果还不相信的话，宿管科和图书馆应该有监控，但我是学生，没有办法查证。如果有必要按规向学校申请，我想是可以查到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相信你啊。现在看起来呢，这是一场误会。其实不是聂希光，是小凤忘记通知叶蓉了。这就是我要澄清的第二件事，我没有忘记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盛远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会另行通知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蓉蓉跟庄旭打电话过去，他们就换了套说辞。但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证明。可以的。我去盛远面试过，所以有他们人事部经理的电话。当然，不是叶蓉跟庄旭询问的那位我们学校的师姐。我拜托人事部经理帮我调查，他很热心。调查一番之后告诉我，是他们负责面试通知的员工忘记了第二次通知叶蓉。但是师姐询问的时候，他害怕承担责任，就说了谎。这里是我跟李总的聊天录音，还有那位员工的道歉。是我经过他们同意之后录的。西瓜，你还瞒着我去做了这些。你为了我的清白，勇敢地站出来，我肯定也要为你的清白努力啊。另外，我郑重声明一下，经此一事。我觉得盛远非常不靠谱，严重配不上我，所以本大学生不打算去就职了。